各位早安，我是陈医师。那么前一篇的影片跟大家讲到的是属于无氧呼吸系统里面的 glycolysis。那么从葡萄糖呢一路经过10个步骤，前面很复杂的这个生化流程，经过10个步骤之后呢，我们最终得到的产物呢，这个叫 pyruvate。那中文呢，我们称作丙酮酸，或者有些翻译呢叫做丙酮酸盐。那不管怎么样，就是 pyruvate 这个东西呢，是它的最终产物。可是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停在这里，身体的生化反应不是只有停在这里。pyruvate 它有它接下来的命运。丙酮酸它何去何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从葡萄糖的这边到 pyruvate 之后呢，一般在生化反应里面，它会有3条路。哪3条路呢？第一个就是在一些微生物里面呢，它会制造酒精。这是第一条路。那这个可以跟我们讲，就是说在像一般我们在制酒业，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什么葡萄酒啊，什么东西的水果，让它发酵之后就会产生酒精。因为大家知道前面的生化反应里面所提到的都没有氧气的参与，所以在没有氧气的前提下，在有些微生物呢，它会进行的是酒精的制造。OK， 那了解的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制酒工业里面呢很复杂的，我们讲 fermentation 就是讲发酵。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它会走这一条路。那我们在人体里面呢，常常呢是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就会走这一条路。所以呢，丙酮酸它在没有氧气或者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它就会很快速的呢会变成是 lactate， 这个叫乳酸lactic acid 或者是 lactate， 就从这个地方会变成这个地方，而不是进到有氧呼吸链里面。如果氧气很充分的情况下，丙酮酸制造的速度也不是太快，它会走向这一条路，就是有氧呼吸系统里面。可是呢，当氧气供应不足，制造量如果太大的时候，它没地方去。在人体的肌肉呢，在快速的大量的训练，在运动的时候呢，它就只能往这个地方跑，就是在无氧呼吸系统里面，从丙酮酸变成是乳酸。那这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乳酸的堆积之后呢，对身体的影响是什么？前面的影片陈医师有讲到嘛，很多人常常都会讲说人为什么会力竭。那力竭除了前面讲的就是神经，还有我们讲说神经电位，还有我们讲说 ATP，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乳酸的堆积，这也会影响到我们肌肉呢会出现力竭的状态，没有办法再继续出力。那 lactate 在这个地方。那它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我们后面再来看一下。如果今天葡萄糖呢进到细胞里面去，大家要记得glycolysis 糖解活动呢是在细胞质里面进行的，那不是在细胞核。那这个也可以顺便跟大家科普，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讲 glycolysis 呢，在地球的环境早期的时候呢是没有氧气的。那时候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我们的生物细胞怎么产生能量呢？就是靠 glycolysis 这一种的路径。它产生能量的效率呢不高，但是呢，它可以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来执行呢能量的产生。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它是在细胞质里面，而不是在我们讲说 organelle， 就是细胞里面的胞器里面来制造能量的。因为在早期细胞非常原始的状态下，就只有细胞内以及细胞外。所以它是在细胞质里面就能够执行的，但是产生能量的效率呢比较低效。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可以了。可是呢，重点在于说，如果你今天的 pyruvate 丙酮酸没有办法快速的进到我们的有氧呼吸链里面，这个地方是粒线体，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或者进去效率不够，那它就只能往这个地方跑，这个就是发酵。那 pyruvate 制造之后，大家记得吗？一个 glucose 一个葡萄糖变成2个丙酮酸，同时间它还有2个间接产物嘛，副产物就是什么 NADH 还有 ATP， 所以这个 NADH 呢在这个地方呢就用得上。pyruvate 变成是 lactate， 丙酮酸变成乳酸的时候呢， NADH 它就提供了，等于是它会当成是我们的氢离子的一个提供者，让它这个地方呢 pyruvate 变成 lactate。它其实呢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氧化态， lactate 是属于还原态。这个要记得一下，这个其实是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但是氧化还原反应并不是我们讲的氧化跟还原，而是呢，一般来讲比较基础的解释应该是讲说获得电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还原态。所以这个地方其实 lactate 是属于还原态，那它又可以被氧化再变回去 pyruvate。这个让大家稍微有个理解就可以了。
好，那这边如果我们仔细看它的分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pyruvate 丙酮酸是长这个样子哦。那乳酸的长的样子呢，跟它很像，可是差别在哪里？好，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碳跟氧之间这边是两个键结，但是呢，在乳酸这个地方呢，它变成什么 ？OH 还有一个 H， 这个是氢离子。那大家会发现这个氢从哪边来的？好，就是我们在 glycolysis 呢糖解效应里面呢，它的副产物呢就是 NADH，NADH 这边提供一个 H。好 ，NADH 再加上 H 正，它这个地方就会提供它 H， 好，还有 H 就氢离子的部分。那这时候呢 ，NADH 变成 NAD 正，它实际上是被氧化的，啊，它被 NADH 变成 NAD 正是被氧化的，但是呢，丙酮酸变成乳酸，它是被还原的，好，所以等于是一个还原，一个氧化，好，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氧化还原的地方。那如果 lactate 呢，要再变回 pyruvate， 好，它靠 dehydrogenase。好，这个叫去氢酶，好，也可以达成一样的效果。它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变成这边，也可以从这边变回这个地方。那运动如果说太激烈太多的时候呢，当丙酮酸没有地方去，就会累积了大量的 lactate。OK， 这边我们讲的就是，如果要从电子来看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 lactate 重点是，如果你形成 lactate 之后，就是运动很激烈，产生了很多的丙酮酸，丙酮酸呢又来不及进到有氧呼吸链里面去，那怎么办呢？那它就会累积在那个地方嘛。不过身体呢还是有其他的替代路径啊，就是它可以流到血液里面去，然后进到我们的像比如说像我们的肾脏里面，还有我们的肝脏里面，它可以进行叫 Cori cycle。那 Cori cycle 呢，身体因为大家知道前面 glycolysis 只有制造2个 ATP 嘛，对不对？那 Cori cycle 这边呢是希望企图把 lactate 把乳酸再把它还原成葡萄糖，可是这个过程呢需要耗用到6个 ATP， 好，但是身体是有能力去解决它的，好，需要耗氧，需要耗 ATP， 好，需要耗能量的去把它重新去做 recycling， 好，但是如果说今天假设呼吸系统跟得上，立腺体功能跟得上的时候，运动的激烈程度下降的时候呢，丙酮酸就会往有氧呼吸链过去了。好，那就能够解决。那这边回头大家讲，就是前面讲的，就是氧在。氧在的定义呢，其实有点复杂。那但是我今天简单讲一下它的历史，然后因为其实氧在最早期这个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是在1920年的时候，有一位科学家叫做 Hill， 他们认为说氧在呢，刚开始他们认为的想法呢，就是说，在运动当中，身体会缺氧，会导致你在运动之后呢，会需要更多的一个氧气。所以那时候初期认为说呢，他们把这个东西把它直接连接到前面所讲的乳酸，因为我们要把乳酸，因为累积很多乳酸嘛，我们需要把乳酸重新再变回丙酮酸，然后再进到有氧呼吸链。早期的想法是这样子。可是呢，在1930年代的时候呢，另外一个研究的团队叫做 McGarry， 这个团队呢，他们发现呢，就是说，如果你用这样的定义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如果你检测我们讲说运动的时候的一个 VO2， 在运动后你多需要的氧气的量呢，跟前面的乳酸的累积量之间似乎一直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关系，就是说，如果你都单纯讲说氧在就是前面乳酸堆积所导致的，你要把它重新的把它变回来，变成是丙酮酸，再进到有氧呼吸链，它所需要的量跟你用那个 VO2 去检测的话，会发现两个并不怎么相符，怎么检查就是不太相符。所以后来在1930年代就是有那个图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图表，可以跟我们讲说，在运动当中前面很激烈。好，那运动完了之后呢，身体还会变得很喘嘛，需要呼吸更多的氧气，才能够恢复到我们身体的一个初始的能量系统的一个配置状态。好，所以在现在这个年代，我们常常讲说用 oxygen depth 氧在这样子的一个名称，会有点误解，所以在目前其实大家虽然常常还是会听到氧在这个名称但是实际上现在比较常用的名称是叫做 EPOC。什么叫 EPOC 呢？就是在运动后呢，我们需要有额外的超量的氧气的一个消耗，这个叫 EPOC Excess Post-Exercise Oxygen Consumption。好，那就是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说，反正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你身体运动之后呢，身体的能量系统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
我们需要在运动之后，身体要额外的氧气供应，能够让它恢复到我们运动前的一个初始的能量系统的配置状态。那这个就是养在的一个基本定义。只是说养在这个定义在过去，因为其实从1920年代到现在，其实快100年了，它的定义还有它名称以及内涵呢，不断的在改变当中。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其实并不怎么喜欢用养在这个名称，好，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用 EPOC 的概念呢来做陈述，会比较清楚一点。那在193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图，好，就前面我们认为说它所缺的部分，跟它后面所增加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可以理解，概念上可以理解，可是你要去真正去企图要去量化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很难去对得上。好，所以我们现在的观念其实并不认为说养在就是要把乳酸把它逆转回来成为丙酮酸，再进入有氧呼吸链所需要的氧气，我们现在不这么认为。好，现在不这么认为，所以现在新的观念呢，其实会变得比较全面一点点。好，就是说，lactic acid 的乳酸的这个堆积呢，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运动太多了之后呢，它等于是一个算是碳的这个原子。碳原子的一个算是暂时缓冲区，让你之后可以进到有氧呼吸链里面来去做使用。好，就是我们讲说前会变得后面的 acetyl-CoA 等等，进入到 TCA cycle 等等，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碳离子的一个暂时储存的地方。好，这是一种的观点，然后那另外一种的观点就是认为说，这个pyruvate 的丙酮酸呢，因为太激烈运动的关系呢，它变成乳酸，就等于是乳酸把它当成是一个能量系统里面的一个缓冲区。好，这个也是一个观点。好，那无论观点为何，然后就是大家记得现在的养在的观点呢比较全面，并不是早期的我们讲说只有乳酸去逆转回来这件事情而已。好，这个就让大家可以跟得上目前新的一个观念。那陈医师这边就不要再细讲了，好，因为再细讲的话会更复杂，更难理解，好吧？今天就先跟大家简单分享到这边，拜拜。